如果几年前有人告诉你，台湾能在5年时间里从流水线上吐出超过1000枚雄风系列反舰飞弹，甚至能让海巡署的缉私船在几小时内变身为装载16枚重型反舰飞弹的小型驱逐舰，你大概觉得他疯了。然而，随着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在今年底迎来收官，将正式宣告这条风言风语走向现实。在特别预算结案之际，军方又反手掏出了接续方案，直接动用年度预算，规划追加生产232枚精进款雄风飞弹，再搭配海军12艘海巡版沱江舰，打造出一张由海军水面舰艇加海巡平战转换舰的密集打击火网。今天，让我们走进中科院的自动化厂房，看看这场1000枚雄风产能奇迹背后那段充满了血泪与挫败的研发史。同样看看5年爆产1000枚雄风对台湾防卫来说又到底意味着什么。聊到中科院，在台湾老一辈的记忆里，这里的飞弹制造似乎还处于手工作坊模式，技术人员围着1-2枚试射弹慢慢拧螺丝、调试电路，年产量极其有限，出货速度堪比奢侈品的定制手工。如果飞弹不够了怎么办？买。然而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在过去的5年间，中科院通过新建自动化厂房与生产线流程优化，将原本繁琐流程全面推向了现代化流水作业。产线迈向自动化之后，中科院的产能爆发力达到了让人惊叹的地步，全院飞弹年产能被预计拉高到了将近1000枚的庞大规模。注意，这里是年产能，而不是5年产能，其中包括了防空、反舰、巡航飞弹等各种型号的飞弹，其中雄风家族每年大约能吐出约200枚。支撑这波产能爆发的是中科院大刀阔斧厂房改革的决心，其直接将产线大幅度调整，让雄2与雄2E能够共用产线。在这种模式下，中科院能够根据战备需求的紧迫程度，随时调整亚音速反舰飞弹与对地巡航飞弹的生产比例。这条产线的年产量也因此来到了约131枚的天量。但中科院最骚的操作还得是对雄3与增程型雄3产线的改动。大家都知道，由于超音速飞弹对弹体材质、冲压发动机组装精度以及耐热涂层的要求极高，每年雄3导弹的产能都低得感人。在产能提升前，雄3及增程型雄3的年产能也不过20枚。然而中科院一挥手，直接采取高精度的产线划分与自动化升级，将年产量拉高到了70枚。不过这还没完，军方还准备在今年底的特别预算结案后，动用年度预算继续追加生产232枚雄风精进款飞弹。这意味着中科院打造的自动化产线不会因为特别预算到期而关门大吉，而是将保持高热度的生产状态，持续为台湾防空注入源源不断的飞弹弹药，让防线不断延伸。既然有了用不完的飞弹，那么应该让谁来使用这些飞弹？中科院给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海巡署的巡防舰。在那份1000枚雄风飞弹的拨交清单里，最引人注目的也最具战术创意的，还有海巡署这支执法力量的平战转换杀局。什么叫平战转换？过去在传统观念中，海巡署的巡防舰主要用于海域巡逻、缉私护渔以及海上搜救，舰上的武器多以水炮、机枪或中口径遥控机炮，平时面对正规海军水面舰艇时，几乎不具备对称作战能力。但中科院直接出手，让其具备转换为战时战力的能力。通过特别编列的31亿元新台币的专案经费，中科院为海巡署的12艘600吨级安平级巡防救难舰进行了底层架构改装。安平级巡防舰在世纪之初就直接引用了海军沱江级隐身双体船型的成熟图纸。更关键的是，造船厂在建造这12艘安平级时，就已经预先铺设好了飞弹发射控制线路，并预留了模块化改装弹槽。一旦进入战时状态，这12艘巡防舰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拉回指定港口基地，直接在预留弹槽上吊装发射箱，每艘船能迅速加装16枚雄2或雄3反舰飞弹。大家或许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12艘安平级巡防舰配上每艘16枚反舰飞弹，虽有192枚重型反舰飞弹。在战时状态下，这12艘原本只负责海上执法的600吨级巡防舰，将瞬间变身为具备重型火力打击能力的小型飞弹驱逐舰。192枚雄风系列飞弹投射过来，敌方水面编队拿什么来防？当然，可能还有朋友忍不住发问，让巡防舰变成飞弹驱逐舰，想法很美好，但从来没有实践过。让其真正进入实战，只怕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吧。各位真别担心，自2022年起，海巡署的安平级舰艇就正式参与到了台军的联合演习之中。在海空军进行的精准武器射击演练中，安平级海巡舰就曾实弹成功发射了雄风2型反舰飞弹，并精准命中远距离靶舰。
完美验证了海巡舰艇从执法船向飞弹打击平台转换的作战效能。当然，如果各位实在觉得海巡舰改造的飞弹驱逐舰打起来不过瘾，那么接下来台湾还有一波更狠的操作。作为雄风飞弹最核心的水面载台，沱江级承载了无数台湾人的骄傲。就在不久前，军方人士透露，年底时沱江级军舰将全数成军，配合上量大管饱的雄风飞弹，这支沱江军又能爆发出多么强悍的战力？沱江级舰艇绰号航母杀手，它采用的是川浪双体船型，不仅具备超过40节的航速，更拥有极其优异的雷达截面积控制。更可怕的是它的火力密度比，在短短几百吨的舰体上，沱江级能够混合搭载大批量的熊2与熊3反舰飞弹。这12艘沱江级舰艇全数成军后，将成为穿梭在敏感地带的海上狼群，依靠高航速与隐身性能，真正成为航母最严厉的父亲。除了水面上的舰艇，这批由中科院5年赶工产制的千枚雄风飞弹，相当一部分被分配交给了海军海风大队机动中队。与固定式飞弹阵地容易在战时首轮打击中暴露不同，海风大队采用的是高度机动化的飞弹发射车组，每一组机动车组都包含发射车、雷达车、指挥车与电源车。车组可以隐蔽在全岛的战备隧道乃至厂房掩体中。接获目标数据后，车组迅速机动至预设阵地，升起发射架完成齐射，随后在数分钟内收撤阵地，转移至下一个隐蔽点。我可以肯定，随着未来几年全台各地岸置飞弹阵地的陆续完工，海风大队机动中队的部署密度将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海军的12艘沱江级军舰，海巡署的12艘安平级巡防舰，以及陆基的海风大队机动车组，三方火力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多维度、分布式、高度冗余的反舰火网。这种海巡岸三方火力的交互支援，能让任何试图靠近台海周边海域的水面舰艇都必须面对同时来自陆地与海上多个方向数百枚飞弹的交叉饱和打击。不过，我不希望大家只看到了台湾越来越让人安心的火力网，更希望大家知道，在这强悍火力背后，其实还有一段让人心酸的雄风血泪史。今天我们看到千枚雄风飞弹量产下线，增程型熊3列装部队的辉煌战果，很容易让人以为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捷径。但如果把时间拉回到1970年代末，你会发现，这款如今名震台海的雄风，其诞生过程竟充满无数坎坷崎岖。1970年代末期，当时台军主力防空武器美制胜利女神防空飞弹严重老化，性能已完全无法应对当时日益严峻的空中威胁。更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美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美方当时坚决拒绝向台湾出售最新的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面对空中防线的生死存亡，中科院决定咬紧牙关，启动自行研制防空飞弹系统的庞大计划。在时任中科院院长黄孝宗的强力领导下，中科院火箭飞弹研究所于1981年2月正式成立了专责研发防空飞弹系统的天宫计划室，并同时推动2个并行开发的子计划，它们分别是天宫甲型和天宫乙型。大家对他们现在的名字可能更熟悉，那就是天宫1、2型。为了攻克冲压发动机这一技术难题，中科院倾尽资源建造了一座用于测试冲压发动机的高商风洞，同时还从美国沃特公司手上秘密获得了空射冲压发动机与超音速战术飞弹的相关技术资料。然而梦想可美好，现实却很残酷。沃特公司转让的 ARV2G 与 STM 冲压发动机技术，在最初设计时仅仅考虑了攻击地面或海面固定目标的需求。这类飞弹在飞行时弹道平缓，不需要进行剧烈的机动转弯，但防空飞弹不同，防空飞弹要拦截空中高速突防、剧烈机动的战斗机，就必须在空中进行高激励转弯。可一旦防空飞弹进行剧烈转弯，进气道的进气气流就会剧烈紊乱，导致冲压发动机甚至在空中直接熄火。从1984年到1999年，中科院2所耗费了数年光阴与无数资源，始终无法克服冲压发动机在剧烈转弯下的熄火问题。到了1990年，军方终于失去了耐心，正式下令终止冲压式防空飞弹案。原本寄予厚望的天宫2型防空飞弹不得不推倒重来，全面改用常规的固体火箭发动机作为动力来源。耗资巨额建造的高商风洞，从美国引进的冲压技术，数千名工程师多年的心血，似乎在一夜化为了泡影。但在台湾科研人员眼里，失败从来不是一个贬义词。1990年，防空案终止后，2所立刻秘密成立了晴天计划室。他们吸取了前面的教训，做出了一个逆向思考：防空飞弹需要剧烈转弯，冲压发动机搞不定。但是如果用来做攻击水面舰艇的反舰飞弹呢？
反舰飞弹平稳巡航，飞行轨迹平缓，根本不需要大机力的剧烈转弯。于是擎天计划室利用现有技术生产了数枚名为擎天 MK1 的测试载具，用来验证助推火箭、冲压发动机以及高机力水平转弯的能力。后来又研发出了采用侧挂式助推火箭的擎天 MK2 载具。经过无数次夜以继日的风洞测试与修改，2所终于迎来了决定命运的一刻。1996年，中科院进行了代号为擎天5号的改良型擎天 MK2 中级试射。在这次关键试验中，擎天5号载具在空中顺利点火，冲压发动机发出轰鸣，载具以超音速贴着海面飞行，最终在离海面仅数米高度的终端弹道上极其精准地直接命中靶标，而这也标志着中科院历经10几年探索，终于彻底掌握了超音速冲压反舰飞弹的核心技术。至此，擎天载具的测试宣告初步完成，擎天计划室功成身退，正式被并入负责研发反舰飞弹的雄风作业室。接下来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1997年，雄风3型反舰飞弹进行了首次飞行测试。2004年底至2005年初，首批测试用的雄3飞弹被装上海军成功级军舰。2007年10月，雄风3型在阅兵上正式对外公开，震惊外界。2007年底，量产预算以追风专案为计划名编入年度国防预算，预计于2007至2014年间投入118亿9300万新台币，量产并部署120枚建设型雄3。到了现在，中科院自动化厂房构建完毕，雄3的年产量由早期的每年20枚一举拉高到了每年70枚。一枚飞弹的研发史跨越了40年的岁月，凝结了2代军工工程师的血泪与执念。台湾军工永远让人动容。回到我们视频开头的问题，年产1000枚飞弹，5年产1000枚雄风，对台湾防卫战略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现代战场的战术理念里，单种飞弹单一平台的防空与反舰作战早已无法应对高强度的现代战争。防空舰艇的相控阵雷达与近防系统最擅长拦截弹道单一、方向固定的目标。然而，这1000枚雄风飞弹在今年底形成的，恰恰是令防空系统忙不过来的饱和打击模式。这一点可以从实战推演中看出来。在实际作战场景中，现由高空侦搜平台或海岸雷达提供目标数据，海风大队机动车组、沱江级舰艇以及海巡安平舰艇将同时按下发射键，慢速贴海飞行的雄风2型从不同方向包抄、诱骗并消耗敌方防空飞弹。极速2.5马赫以上的雄风3型与增程型雄3，所以低空掠海之势贴着海面呼啸而至，压缩敌方近防系统的响应时间。远在数百公里外，还有雄2E对沿海指挥所与雷达站实施源头瘫痪，高低速配合、亚音速与超音速交织，多平台分布式发射，上千枚飞弹组成的重叠火网，在海域周边构出了一道禁航区。这就是中科院打造出的台湾防卫杀局。无论是海上、陆上还是空中，只要你敢靠近，我照打不误，而且量大管饱。大家怎么看待这波防卫杀局呢？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随着中科院对飞弹产能研发的不断推进，未来能否实现1年产1000枚导弹的壮举？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见解。感谢大家的观看，记得点赞、关注、加分享。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